大家，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 iOS 18.3 Beta 3，没有错呢，现在已经进到第3个测试版本了。没有想到功能还真的不多呢，所以今天呢，想要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 iOS 8用到目前有哪一些的感想，有哪一些优点跟缺点，还有大家最关心的续航力是怎样的表现。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喽。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iOS 8的相簿真的很难用，真的超级难用的，不要不相信我，因为现在我就直接示范给你看，它为什么会难用的第一个大重点就是它的方向有变。之前呢，我们进到相簿，你往上滑就是越旧的照片嘛，就是越久以前的就会在越上面。但是现在呢，一样还是这样子没错。但是如果你今天点到了一个类别，例如说我今天要看影片，点进来之后，它方向整个变了，你就是往下滑才是越旧的影片。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设计，就是完全是相反的。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就会把自己搞到非常糊涂，你就不知道现在我到底应该是要往下滑还是往上滑，哪边是新哪边是旧，真的是一头雾水。所以这一次的改版真的瞎到爆。然后一些观众跟留言也真的都有跟我分享，他们也觉得这一次的相簿很难用，甚至有人会因为这件事情就不想更新 iOS 18，所以就是给大家参考这样子。再来第二个想要来跟大家提到的，也是一个小缺点哦，就是我发现它的 emoji 不会更新它的历史记录。就是我们之前在这边用 emoji 啊，例如说我今天用了这个眼睛冒爱心的 emoji 好了，它是不是就会出现在这边，就是你的历史记录嘛？但是它现在呢就不会刷新这个记录，我不知道是只有我还是你们也有遇到这样的状况。我来找一个我这边没有出现的 emoji， 例如说这个很冷的好了，我用了嘛，它是不是就应该要出现在这个历史记录？你看没有，它没有出现在这边。我就非常的困扰，因为有的时候你跟别人聊天，就是希望那个时间到位，就是赶快反应给人家，然后你在这边找，竟然没有找到你最常用的、最习惯的那个 emoji， 就会非常的困扰我。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跟我一起讨论。大家提到第4个，虽然跟 iPhone 没有关系，我想要提到的是 AirPods 4，就是呢，我之前有强推大家去购买 AirPods 4嘛，但是呢，我测试了大概3-4个月，现在已经1月中，这样子应该也有2-3个月了，然后我发现它就是讲电话的时候，它会整个断掉。为什么呢？就是你讲一讲电话，对方会突然听不到，原因是因为它的语音隔离太强了。就是如果你今天我这样子说话是正常的声音嘛，但是有时候一些语助词啊，或是一些 murmur 什么的就会比较小声嘛，就是说像这样子就我觉得就是比较小声的话，它就会直接把它语音隔离掉哦。就是你讲到一半，它就直接没录到这样。这是 AirPods 用到现在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啊，所以我就觉得之前强推这个 AirPods 4好像也有点不好意思对那些因为我在影片里面没有讲到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可能用的时间也不长，所以就不知道有这件事情。总之呢，今天就是跟大家讲，如果你有考虑要买 AirPods 的话，它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如果你很常用它来讲电话的话，就要事先有那个心理准备，你可能讲稍微小声一点，就是光是音量中等，它就有可能会直接漏掉。而且这个东西不是你在那个控制中心可以直接把它调整的，那个是没有用的。我讲的是它硬体的问题，就是它自己本身的问题，这跟 iPhone 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那讲了那么多缺点，这次 iOS 8有没有优点呢？有的确是有优点，就是我 iPhone 16 Pro Max 它的续航更新 iOS 8之后真的好很多，应该说是更新 iOS 8.2吧。对，就是更新完之后呢，它的续航就真的变得比较长。我现在就比较少再充，不会为了充电这件事情，就是心里会有焦虑。就是更新完18.2之后，就真的有改善。不过18.3目前还是要先观察一下，因为毕竟现在还是测试版，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拭目以待。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进入今天的另外一个正题，就是 iOS 8.3的 Beta 3有哪些新功能呢？这一次的 iOS 8.3我自己观察下来，应该不算是一个大改，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奇特的，因为我记得过去几年我们频道做了非常多 iOS 的教学，然后每一次这样子更新的频率大概都会维持到，例如说可能18.5才会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滞慢的状态，可能到0.5，例如说17.5或者是16.5才会开始没有什么新功能。但是这一次呢，光是到18.3你就可以看到它好像就已经没有要大改或是加一些比较特别的新功能了，主要都还是在一些问题维修啊，或者是一些小改的部分。因为 WWDC 其实说真的那个日期也是蛮接近的，大家可能就是为了 iOS 19啊还有之后的 AI 忙得焦头烂额，所以现在就是已经没有时间管这个 iOS 18了。那我们还是稍微讲一下这一次有哪些新功能吧。那首先第一个呢还是蛮特别的，就是有一个通知摘要的新功能。就是以前啊我们在通知这边
有一些重复的 App， 它如果发送通知，不是会叠在一起吗？那现在呢，透过 AI 的力量，它可以帮你总结这一整叠它在说什么。例如说，像 Uber 好了，之后有了这个新功能呢，这个 AI 就会帮你摘要说，Uber 它这个可能10则讯息里面讲了哪些重点，它就会显示在最上面，然后就是排在这边给你看，你就不需要一个一个点进去。那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怎么区别它今天是真的那则通知，还是它是摘要呢？他们也为了这件事情，就是把它设计成斜体字，就是今天如果它是 AI 摘要的话，它就会用斜体字的方式写在这个封面啊，你就知道说，这个是 AI 帮我写的摘要，而不是讯息本身。那这一个新功能呢，它也是有一些限制的，就例如说现在是只有英文版，然后要开启 AI 功能才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因为毕竟是 AI 帮你过滤的嘛。那它会出现在哪边呢？就是在设定的通知里面。然后以前不是会有一个这个固定的通知摘要，这个是以前的功能就是以前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功能，就是你可以设定可能1天1-2个时间，它会帮你摘要所有一些比较不重要的 App， 他们需要告诉你的通知。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以前就有的。那现在这个新功能呢，它算是即时的。然后例如说这可能这1个小时 Uber Eats 就传给了你10个通知，那你是不是不想要看那么多通知的话，它就会直接帮你归纳，就不用等到上面这个时间点它才在那边做摘要，它现在就是直接摘要了。那我们现在点进去这个功能里面，你就可以去选说哪些 App 你想要做这样子摘要的功能。但是我会建议大家，你一开始也是可以直接全部都打开。我会这样子建议是因为我发现它还蛮聪明的。如果我今天可能是一个 LINE 的通知，像 LINE 这种比较即时性的东西啊，它就会直接在这个通知栏问你说，你这个摘要是不是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因为毕竟 LINE 就是单则单则的就够了嘛。我会贴一个截图在这个荧幕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它就是会问你说，你是不是其实把它关掉会比较好？所以我就把它关掉，大家就是不用担心说你今天把它打开了就不会看不到很重要讯息。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蛮方便的，就是你今天在那个摘要的通知啊，它就是一个封面在这边嘛。我现在没有显示是因为它一定要开英文，而且是 AI 摘要。那因为我现在的通知全部都是中文的，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帮我摘要。那个摘要另外一个蛮方便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往左滑，它这边会有一个 options。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所有关于这个通知摘要的功能，例如说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关掉，或者你可以设定什么的，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选择。那关于这个功能呢，最近其实闹起蛮大的新闻，就是在美国那边，有一些蛮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 AI 其实会自动帮你去选择性的告诉你讯息，所以变成它会可能有一些比较主观的判断。那在美国那边出现的问题就是，例如说他会说，那这种是gay。他们就说他是 gay 这样子，但是其实他不是 gay。那这个就是 AI 摘要他自己擅自做出来的判断，然后这个新闻就闹得蛮大，导致现在他们就直接把新闻的 AI 摘要的功能直接关掉了。所以呢，如果你有用 Apple News， 它现在就是不能使用摘要功能，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它会自己去曲解一些新闻标题，或者是自己擅自下新闻标题，所以就是现在不能用。那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这个通知摘要的功能，听起来有一点复杂，但是你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今天去把它打开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说，它摘要里面是会包含哪些内容，还有你就是不用担心说你会失去一些细节，因为你点进去其实还是看得到每一则通知这样子。那再来下一个来跟大家介绍新功能呢，就是计算机现在可以重复计算哦。例如说我们今天想要来一个4×4，那我今天想要一直让它乘下去的话，我就再按一次这个等于，它就会再乘一次4，然后就可以这样子一直下去，就还蛮方便的。或者是我今天可能要5+5，那我就可以一直加下去。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比较长的算式，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试看看。例如说，我今天是一个很长的算式，它就会用最后一个，例如说加7，它就会我一直按等于，它就会一直加7，所以就是要把你想要重复计算的那个算式呢，把它加到最后，这样子它就可以一直重复算下去喽。那再来下一个呢，是还没有推出的新功能，但是据说之后会有一个新的 app 叫做 Invites， 就是邀请。那这个邀请呢，可能就是会包含行事历，还有 email 啊，或者是一些通讯的一些功能。那可能就是你平常可能要开会议，可能线上会议或线下会议，你都可以用那个 Invites， 也就是邀请的这个 app 来执行。可能就是会跟 Freeform 这类的 app 就是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些生产力啊，然后工作上面会用到的一些 app， 可能就会跟他们结合在一起。但是因为行事历上面不是其实就差不多有这种会议排程的功能嘛，所以就不太知道说这个会差多少，有必要吗？不晓得。
然后呢，大家可能会非常关心说，这个 iOS 18的 AI 功能是不是非常强大，到底值不值得更新，就是为了这个 AI。但是到目前为止呢，都是只有支援英文，就是如果你今天就真的不习惯这英文系统的话，其实你更新过去也不会用得很开心。就像我，因为就是比较习惯可能中文的系统语言，那我就会比较习惯切回去。其实平常也就不太会用到现有的这些 AI 功能，例如说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现在备忘录里面就是可以用 ChatGPT 嘛，或者是它现在 emoji 可以用 AI 生成，然后还有一个新的这个 AI 图像生成 App 叫做 Playground。这个呢，我真的都没有在用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现在网站上面的 AI 就已经太好用了，那你现在追得那么慢，你就会让使用者没有那个动力去使用，你知道吗？因为像现在那个 AI 写作，我都是用 Claude， 之前有介绍过3大通用 AI 嘛，就是 ChatGPT， 然后 Claude 跟 Gemini， 那我现在用的是 Claude 比较多，那现在都是用，例如说这边有一个 App， 就是 Claude 的 App。这个超好用的就是因为你平常可能人际关系或者是你要写作什么的，我觉得这个都非常非常好用，它比 ChatGPT 还要精细，而且比它想的更周到。就是你可能要问他一些可能法律相关咨询，或者是你想要知道说哪些点你没有考虑到的话，你问他，真的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详细的回复。你甚至可以让他预测，例如说某件事件的发展，你就是跟他讲一些始末啊什么的，他会帮你预测这件事情的结尾会是怎样，不觉得超省的吗？然后因为像 ChatGPT， 我就会觉得说他有点敷衍，感觉就是想要省他的算力还是什么，你会发现他的回答就是好像在敷衍我，或者是把我当一个小孩，那个回答就不到位。但是 Claude 你就会觉得，他今天真的思虑非常周全，就是感觉如果他们分别有大脑的话，这 Claude 的这个大脑发展应该是比较完全的，所以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用这一款。但是回来这个 iPhone 的 AI 呢，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地方可以用得到而且我用 AI 都是在电脑上面用，手机上面现在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很明确的切入点，说它怎样帮我是让我更有生产力或是更有效率的，就是没有。主要我觉得还是要靠 Siri， 他们现在不是在开发那个更聪明的 AI Siri 吗？那他现在就是还没有进来嘛，所以就蛮期待说之后可能它只要可以侦测你的使用习惯，那你就不用再一个一个自己去操作，它就可以自己帮你做好。我希望手机上面 AI 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呢，大概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我 iOS 18用到目前有哪些的感想，然后还有 iOS 18.3有哪些新功能。其实现在介绍下来，不过就才3个新功能而已，其他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小的修复，或者是我觉得不太值得，直接在上面介绍，因为有一些就是可能换一个图标什么，我就不想介绍那种比较无聊的。所以这一次呢，更新就应该是比较小的一个更新。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 iOS 18.3有可能正式版会在哪一天推出吧？目前预测呢，有可能是1月底或2月初，所以蛮有可能会在1月28或29号，可能就是这一周或者是这一周。那到时候呢，出正式版，我再来考虑要不要发一支影片，因为如果更新的幅度没有那么大的话，好像就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拍一支影片，就看看到时候是怎样的发展咯。那之后呢，我也会持续帮大家追踪 iOS 的更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记得要追踪我们的频道。好，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